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你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53岁的李叔是个肉食党，而且尤其喜欢猪肉。最近朋友老王来到家里做客，李叔就特意的去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猪肉，做了一桌好菜。可是餐桌上，老王其他菜都吃了，唯独没有碰猪肉。李叔见此景有些不悦。饭局结束后，李叔还是忍不住口说出了心中的疑惑：是我炒的猪肉不好吃吗？老王连忙摆手说：不是，不过是早前看过文章，说我国癌症高发与吃太多的猪肉有关系，所以现在我就很少的吃猪肉了。李叔不解，吃猪肉和癌症有啥关系？你看我吃了这么多年猪肉，还不是健康得很。猪肉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之一，而且猪肉的烹饪方式多种多样，深受大众的喜欢。但是现在网上却流传着癌症高发和猪肉吃太多有关的言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中国癌症高发是猪肉吃多啦。现代人的生活条件变好了，虽然物质丰富，但中国人对猪肉的热情仍旧不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7年全球范围内猪肉的消费量达到了11103.4万吨，而中国的猪肉消费达到了5487万吨，占比 49.6%。 也就是说，中国人吃掉了全世界一半的猪。另外，美国农业部所提供的数字指出，2018年全球范围内猪肉消费量为112584千吨，而中国则达到了56115千吨，占比是 50%， 是名副其实的猪肉消费大国。而在2015年，世卫组织宣布将猪肉等的红肉归入2A 类的致癌物，其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热议。研究人员发现，红肉饱和脂肪酸要比白肉高，过量食用会增加肥胖、结直肠癌和全因死亡的风险。这样看来，我国癌症新发病例之所以是高居不下，是吃太多的猪肉惹的祸。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红肉致癌只是对实验动物有充分数据，但对人类致癌的证据有限。换言之，人类食用红肉可能会致癌，而并非是绝对致癌。其次，世卫组织提出的红肉属于2A 类的致癌物，并不是说红肉完全的不可以食用，只是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食用。最后，我们在生活中仍可以适量的食用猪肉等红肉，这是均衡营养膳食的要求。而癌症的发生是环境、遗传、不良生活习惯等的多种因素而共同作用的结果。大家不必因为猪肉等红肉是2A 类的致癌物而因噎废食。2、猪肉选购的指南。这7种猪肉，肉摊老板自己都不吃。对于吃这一件事，中国人是认真的。清炒、凉拌、红烧、炖煮，总有办法让猪肉做得美味可口。但是要注意的是，专家建议这7种猪肉还是少吃为妙。一、摸起来粘手的猪肉。猪肉变质后会滋生大量的微生物，而且微生物的代谢物会在猪肉上表皮发黏。2、表面无光泽的猪肉。表面呈现灰色或者是暗红色，切面深褐色或暗灰的，表皮脂肪呈淡绿色且有污秽，这多半是不新鲜的猪肉。新鲜的猪肉应该是淡粉色或者是淡红色，表皮肥肉是有光泽感的白色。3、肥肉层太薄的猪肉。含瘦肉精的猪肉皮下肥肉层偏薄，肌肉纤维也是较疏，虽然外表鲜亮，但不建议购买。4、按压无弹性的猪肉。储存过久的猪肉，其蛋白质的脂肪会被分解，肌脂肪被破坏后，猪肉也会失去弹性。5、毛根发红猪肉。猪毛颜色发红，说明是病猪，健康猪的毛根是白净的。6、有异味的猪肉。
新鲜猪肉带有肉类鲜香气味，而带有腐臭味的猪肉多半是腐败变质的。7. 来路不明的猪肉。来路不明已未经检验的猪肉很可能是病猪肉，不宜购买和食用。来自美国普渡大学农业与生物工程系食品工程的云无心博士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猪肉售卖点，如超市、鲜肉店、农贸市场等购买猪肉。这些猪肉是经过检验检疫才能够允许上市销售的。目前市面上的猪肉主要分为热鲜肉和排酸肉，像常温下销售的多为热鲜肉，而冰柜销售的则为排酸肉。从安全性和风味口感来说，排酸肉会优于热鲜肉。3. 专家提醒，猪的3个部位尽量少吃。猪身上的部位众多，中国人总是能把它们做出不同的花样。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生物技术博士刘晶晶表示，猪身上的3个部位最好不要多吃。1. 肾上腺。猪肾脏前方的小腰子误食可引起恶心、头晕、头胀、心慌等急性中毒症状。2. 淋巴结。分布在猪的全身，也叫花籽肉，为猪病变转移为明显的地方，因而病菌和毒素含量最高，误食容易患上传染病。3. 甲状腺。猪气管喉头前下方的绿籽肉，误食可引起心慌、气短、头晕、耳鸣、心律失常、腹痛、腹泻等的不适。猪肉等红肉的确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2A 类的致癌物，但也仅是说明猪肉有致癌性的可能性。并且世卫组织的本意并不是让大家完全的戒掉猪肉，而是要适量的吃。毕竟猪肉等红肉还是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引起癌症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某一种的食物，更多的是在于膳食结构不平衡。过量摄入任何食物都会给健康带来威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40到75克的畜肉对于健康最为有利。适当的吃猪肉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对于猪肉，我们一定要持有正确的心态，必视其为洪水猛兽，切莫因噎废食。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